嗨，我是鱼哥。原来我们认为世界平均气温升高一点点，那么热浪也是增长一点点。但是科学家的最新研究否定了这一点，气温升高一点儿，热浪会增加一大段儿。由 UCLA 和智利阿道夫·伊巴涅斯大学领衔的团队发现，每升高一点点气温，热浪持续的时间就不是线性增加，而是加速增加，而且越长的热浪变化越夸张。如果你有点数学了解，可以把这个关系想成坐标轴上的曲线，一种是直线，表示每升高一点气温，热浪就多持续一点时间。但现实更像是一条越来越陡的曲线，也就是说，横轴上每升高一点全球平均气温，纵轴上的热浪持续时间就不是均匀增加，而是加速增长，越来越快，越来越长。研究人员开发了一套新模型，把今天的温度会影响明天的这件事纳入计算。结果一看，哎呦，不得了，最长、最罕见的热浪未来会更频繁，而且增速飞快。以非洲赤道地区为例，那种连续热上35天的地狱级热浪，未来25年里出现的频率居然会比过去多出60倍。以前几十年碰一回的，现在几年就能遇上一次。为啥这么吓人呢？原来一些气候比较平稳的地区，比如东南亚、南美和非洲赤道带，只要温度稍微异动，整个系统就容易被搅乱。而夏天的变动比冬天小，所以夏天的热浪更容易变得极端。这些变化可不是科幻小说。2025年6月，法国铁塔都热得关门，英国温布顿网球赛启动了冰毛巾行动，一场高中毕业典礼就有几十人中暑送医。美国被热浪周顶罩顶，打破历史高温记录。主导研究的科学家戴维尼林说，每升高一丁点温度，热浪的恶化速度就快一步，人类的应对节奏也得加快才行。更别说长时间高温对人体健康、农业、生态、水资源和森林火灾的影响全都在螺旋上升。未来的研究会继续分析土壤水分、野火风险等因素，帮助我们调整种植时间、能源调度、城市设计等等。但令人担忧的是，就在我们最需要科学工具和气候模型预测的时候，美国的科研预算却遭到削减，一边是气候危机火烧眉毛，一边却被撤掉灭火器。科学家们也直言，再不重视，我们恐怕真要热到脱皮。